各位，刚刚我们说到啊，中国海警在南海又把菲律宾给那个揍了一顿，是吧？而且呢，据中国方面宣布啊，至少有1名菲律宾船员的这个头顶被打破了。那时候至少有1名啊，朋友们。中国海警局呢7月20号发布了声明，明确指出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啊。菲律宾方面呢，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7月21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派出了包括其吨位最大的巡逻舰在内的2艘巡逻船抵达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5204舰已经对其进行监管跟踪，同时中国海警21560继续在泻湖内活动，局势呈现出进一步升级的态势啊。这次冲突呢，发生在2026年6月15号，中国海警新规正式生效之后。新规明确授权海警有权对违禁品进行登检、扣留和没收啊。这回呢，我们就看热闹吧，没准这一次连破船上的人带那个现在的菲律宾的这些过来挑衅的船一并给他扣押没收，这就对了啊。而台湾方面的名嘴呢，小舰长呢，对这个中国方面的行动呢予以盛赞，而且呢，小舰长说，就是他们先动的时候挑的衅，而台湾方面的老将帅化民也对这个中国海警出妙计，说你们应该这么整那艘破船。中国官方媒体一段 AI 影片把菲律宾描绘成一只遭别国操控的猴子，引发菲律宾政府强烈谴责。菲律宾外交部上周五批评影片内容去人性化且带有种族歧视，要求中国下架，并指这类宣传只会进一步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影片内容是什么？该影片由中国日报发布，片中一只穿着菲律宾传统服饰的猴子，在美国和日本的推挤下登台唱歌。当猴子拿出写有南海仲裁裁决的纸张后，被抛入海中，并遭高压水炮喷射。影片发布之际，正值南海仲裁案裁决满10周年。2016年，海牙常设仲裁法院裁定，中国对南海大部分海域的广泛主权伸索，缺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法律依据。中国则拒绝接受裁决，认为仲裁庭没有管辖权，裁决不具任何法律效力。中国日报也重申北京立场，称所谓南海仲裁裁决并未促进和平，反而成为地区对立的因素。菲律宾国防部则形容这段影片是令人不齿的宣传，更批评中国宣传机器在道德与知识上已经破产。近年来，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争议海域多次爆发海上对峙。今年6月，中国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及其直系亲属，禁止入境中国大陆和港澳。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尚未回应菲律宾要求。我们一秒一秒的来看它原来的这一个影片哦，我们就会发现，开始其实就是菲律宾的橡皮艇去挤了这个中国海警它的一个巡逻的小艇，这非常清楚。而且我为什么这边用一个黄色的框框圈起来？因为举起了橡皮艇的船桨啦。那这个是谁举起的？当然就是你这一个菲律宾举起来啊。那孰可忍孰不可忍？最起码自卫战斗总是要做的吧？没拿枪，那就来拿。那大家说这一个什么木棍，船上通常不乱放东西的啦。那齐眉棍要那么长吗？不，那个就是这一个小艇它的一个船。讲起来，到现在大陆还在忍呢。对啊，还在指责污染海面啦，这个制造这个破坏海底生态，这没有用的。你知道中国大陆可以用个很文明的方法，用挖泥船挖泥船那个喷砂造岛。我就把你个船可是剑桥上面都给你埋了，你要不要出来？出来就解送返回菲律宾。我会帮你拿去治疗，带你去治疗。对啊，我对人道主义，看你在那里，对不对？风吹雨打的很危险。那个喷砂船可以造个岛，那喷出来沙子可以把你舰甲板上面全部给你盖了，你再不出来就活埋了。对不对？你要用枪炮去打他，人家就说制造人命，可以用他的解决他的办法很多了。登陆艇送一个推土机到上面去，从后面你船屁股后面慢慢给你推，
慢慢把你这个船的这个支离破碎的给你，因为它已经锈到没有什么钢材了啦，对啊，就一推就垮了啦。所以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讲，你刚刚列举的什么巴丹岛了，什么这个很多岛，现在战争是没打起来了。战争一打起来，哪些就变成战略要点了。我告诉你，巴丹岛第一个就沦陷了。第一个被沦陷。他要统一台湾的话，他能容许一个巴丹岛在那个地方控制台湾海峡吗？对，你看这个巴丹岛的位置，对啊，你看它的位置。那现在问题是，你不作战，大家嘴巴吵吵；一打仗，这边马上就被掌控。对，而且中国对速度快，出手更快。武器、人员、装备很快就到。你美国的常备管辖绝对搞不到这里，菲律宾更不要谈了。你游泳过来吗？哎，他对不对？对，他没有陆战队，没有大型的舰艇、登陆舰，他能支援巴丹岛吗？所以菲律宾那个国防部长那个闭着眼睛说瞎话嘛。你还在巴丹岛上做防御，你以为巴丹岛做的跟我们金门一样吗？啊，全部地下化，你有吗？你也不过摆了几个飞弹，第一轮火箭炮就把你干完了，地表上东西一下就没有了，那上去一个营的陆战队就占领了嘛。所以这个问题哈，今天我们讨论来讨论去，因为没看到动静嘛，因为没有发动战争的这个条件嘛，还不到时候，所以那些都不是事了。一到战争很快一下就没有了，什么马德雷舰啊什么的，一下绝对不是问题的，几秒钟就结束了。对，因为攻击的部队太近了嘛，飞弹早在陆基飞弹都可以瞄准你，一下就没有了嘛，是不是？还可以当练习打靶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哈，真的是什么国际形势？就上次在你们节目讲了2次，你拿到了钓鱼台，我看你。美日的防御条件还有用没有？拿了巴丹岛或者是黄人岛，你美国跟菲律宾的、日本跟菲律宾的防御条约有没有用？这一试就惨了嘛，一试就垮，经不起试。你一出手，他顶多在联合国跟你讲几句，怎样？台湾话不是很常常讲你没安抓，你能怎么样？对不对？他说不是你的领土啊。我法理上已经，中国大陆把这个法理跟你讲得很清楚啊。当年麦克阿瑟签这个条约的时候，是我们联合国5强在联合国里面的波茨坦宣言里面讲了，授权给你麦克阿瑟做这个事情。麦克阿瑟也画得清清楚楚，你就那4个岛，所以你琉球现在中国为什么没动手？因为琉球的老百姓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要推翻日本，他已经被殖民很久了。如果这要挑起琉球的自主运动，像中国是做不出像美国那么不要脸的啊，花钱下去收买琉球的老百姓来反日，对不对？美国常干这种事啊，颜色革命就是干这个事啊。颜色革命是美国国会编了很多钱到人家去策反人家的国家的军阀了、政府了、异议分子了、反对党。琉球是有啊，太弱。我记得前几年琉球的皇宫啊还被拍下来了嘛。琉球是个很古老的国家啊，跟中国朝贡了不知道多少年呢。对啊，所以这个问题啊，中国做不出像大陆、美国那么卑鄙的事情啊，其实可以做的啊。为什么现在讲？在琉球的主权没有定位啊，当初是美国有行政管理权，大仗打完了嘛，因为琉球这个岛上死伤的美军是最多的，也因为琉球的死伤多了，让麦克阿瑟跟这个尼米兹认为，只有用跳岛跟这个原子弹才能解决嘛。那本岛满。牛岛满在那边花了很大代价，让美国花很大代价，所以琉球老百姓也有历史记忆啊。被日本逼上战场，还有100-200个妇女从那个悬崖绝壁自己跳下去自杀的。他说美军会强奸你们，你知道军阀主义多狠啊！老百姓帮你打仗还不说，还逼人家自杀，
就是焦土政策。所以这个问题啊，历史的因素是埋下一个仇恨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是不是要经过颜色革命这样去发酵？我看中国大陆不会有啊，因为美军的基地让人家生活上受到很大的困扰。对啊，是啊，对不对？有管辖权益在美军，对，强奸了妇女要送回美国，就也没有判。治外这种事情，治外法权挑战的很厉害。是，老百姓被机场那个轰鸣声音也吵得晚上睡不着觉。他们对琉球的美国驻军已经恨透了。对。加手拿空军基地，对啊，是好，距离台湾真的很近。那你看哈，如果这边被那个中国大陆拿下的话，就是一个不成的航母了。对啊，对啊，的确哦，就是说这牵涉到2个问题啊。就第一个问题，当然经过了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之后，其实全世界的国家忽然发现地缘政治还是很重要的哦。所以有一些关键的国际水道哦，大家就开始要重新思考，说会不会被对手会被这个敌方所掌控住了哦，那我们的咽喉就被掐住了。所以其实像讲到了巴丹岛哦，因为巴丹岛它的这个最北边的这个雅米岛哦，它跟台湾的南端只有142公里哦，所以如果你掌握了巴丹群岛，你就等于扼守住了巴士海峡的咽喉了。那这对于接下来的，如果今天这个中国大陆要对台湾采取行动，你必然要经过巴士海峡，然后再进入这个太平洋进行所谓的这个区域拒止哦，或者是反介入的这些动作，就会受到影响了哦。那么这是第一个关键的因素。第二个关键的因素是，我觉得中国大陆对于日本和菲律宾大概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哦，就是你看到有一只苍蝇在你旁边飞。有2只苍蝇在你旁边飞，不要飞得太近也就算了，它一下就飞在你鼻子头上面，一下又飞在你的这个水杯上，你已经看不下去了，你只好拿电蚊拍来打它了哦。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对于这2只苍蝇所采取的态度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们刚才讲了日本，他对日本已经是用尽了各种压力了，连我们这边讲说他射一个巨浪3都要经过日本上空射过去了，而且不理他，就很故意的一个行为啊，他就是摆明告诉你说，我就是看你不爽了，怎么样？就算要发生冲突，我也不怕了。菲律宾也是如此啊。你看到我们刚刚讲那个马德雷3号，我觉得中国大陆很聪明的是，他一直在铺陈一个故事，他不断的在过去这段时间铺陈什么，就是菲律宾的这个官兵也好啦，这个船员也好，在马德雷3号不断的把垃圾丢到南海里，然后把废弃物倾倒在南海里，所以马德雷3号里头充满了垃圾跟废弃物。他为什么不断的释放这样的讯息？因为这关系到了南海的生态保育的问题。所以如果今天中国大陆说南海这个是大家共同的，那么就算主权现在还没有分个这个清楚之前，但是维护南海的生态保育谁都有权利啊。那你马德雷3号在这里干这件事情，你破坏了南海的生态，还别说这还在我的海域之内呢。所以他接着要去清除马德雷3号，就是一个理所当然，这个经得起检验的行动了哦。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对于马德雷3号大概也会采取一些动作，但是我刚才这个帅将军讲的也真的是核心的重点啊，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想给菲律宾一点教训哦，要去拿个岛。对，将军拿巴丹群岛可能比拿那个仁爱礁要有点用哦，因为如果横竖都要拿个岛，那就不如拿个巴丹群岛很有关键。所以你发现说，中国大陆最近这段期间哦，像高志凯老师，他先针对了菲律宾的巴丹岛问题，然后今天我们看到他针对日本的琉球问题，都做出了这个合乎国际法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资讯或者历史文件的一些这个论点哦，所以我不认为这是高志凯老师自己的个人行为哦。其实我觉得北京政府很聪明，就他们先用学者哦，先把这个论述法理基础重新来做一番铺陈，那么接下来这个论述跟法理基础就可以成为他采取后续行动的一个基础了。所以呢，我觉得高志凯老师不会无的放矢的。这2件事情所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代表的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它也不是不可能为了要修理菲律宾，干脆直接拿下巴丹岛好了，那么一举解决掉你菲律宾想要来扮演美国的看门狗来遏制这个巴士海峡这样的一个企图了。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水炮，它是什么功能呢？从它通体红色来看，很明显啊，这就是消防用的，可以给别人灭灭火。当然，如果有人想点火的话，用它也可以给他们降降温。那么，当你拥有了这样一门水炮之后，要如何操作呢？拢共分3步。第一步，控制这个阀门啊，它是用来控制这个水压的大小的。第二步，转这个，它是用来控制水炮水平的一个方向。
第3步，转这个可以控制水炮的高低，所以当你使用的时候呢，可以2只手同时来用。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瞄着它，追着它打。好，哎，大家今天也来着了，我跟舰上申请了一下，可以实际开这个水炮，看看什么效果。哇，这已经有点转不动了。中国刚刚通过媒体央视表态了，说我用的是那个船桨和那个大家看到那个防爆棍是吧？橡胶的防爆棍，我还没用水炮呢。你看看吧，央视刚刚出了一视频，就是说下一步我就用水炮了。那个破船根本不用那个填海，用个水炮，我觉得一呲就给它呲烂了，就垮了吧。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